而現在球迷站在了阿隆索這邊，在1-2輸給曼城之後，多名皇馬球迷在伯納烏球場外對阿隆索表達支持，他們攔住了阿隆索的座駕，對他說：“耐心點，哈維，我們信任你。”這完全出乎了哈蘭德的意料。1.95米的哈蘭德看到只有1.75米的居萊爾在角球盯防自己後，不僅也笑了，還情不自禁地拍了拍居萊爾的肩膀。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犯錯誤，尤其是男人。今天的節目，咱們回顧一下貝克漢姆過去那一次出軌事件，這也是貝克漢姆和妻子維多利亞唯一承認的一次真正的出軌。好的，感謝大家的支持，點讚、分享、評論和熱推。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故事的主角瑞貝卡·露絲，她為貝克漢姆工作了4個月。27歲、漂亮迷人、身材魔鬼的她，為什麼能當上小貝的私人助理呢？故事要從2003年的8月說起。這個聰明的瑞貝卡第一步是騙取了辣妹維多利亞的信任。咱們眾所周知，能夠當上萬人迷貝克漢姆的老婆，維多利亞是非常精明的。可是那一次，當一個身材如此魔鬼的瑞貝卡可以每時每刻陪着自己的老公黏在一起的時候，辣妹維多利亞為什麼無動於衷呢？因為她上了當。關鍵就是瑞貝卡從一開始就騙取了維多利亞的信任，辣妹壓根就沒想到這個女人能夠收服小貝。瑞貝卡第一次見到維多利亞的時候，就告訴對方自己是一名女同性戀，對男人是一點興趣都沒有，而且她不停地恭維辣妹長得漂亮，因為她是個女同性戀嘛，所以對維多利亞這樣的美女這樣的恭維，辣妹就覺得非常理所當然。在辣妹的眼中，瑞貝卡是一位非常專業的私人助理，她總是梳着整齊的馬尾辮，穿着非常嚴謹的職業裝，沒有一絲女性的嫵媚，也一點不吸引男人。於是向來精明的辣妹做夢也沒有想到，就這樣一位自己眼中的男人婆，還把自己萬人迷的老公給騙走了。當時的貝克漢姆一個人在皇家馬德里踢球，在馬德里生活，但維多利亞不太適應馬德里的生活，於是毫不猶豫地將著名的貝克漢姆交到了瑞貝卡手上，自己則帶着兒子回了英國。辣妹以為自己找了一個可靠的閨蜜，還是個女同性戀，這樣貝克漢姆在馬德里就安全了。他一心想在樂壇東山再起，於是就毫無牽掛地飛到了美國，準備自己的新歌大碟。可前腳剛走，瑞貝卡馬上就換了一個人。要知道，當時貝克漢姆的西班牙語完全不流利，瑞貝卡成了他無時無刻都離不開的幫手。而瑞貝卡是一個派對動物，所以他就經常帶着小貝和小貝為數不多的幾個隊友去馬德里最繁華的酒吧。這些動作大膽而且富有挑逗性。因為要知道，在辣妹掌權的時期，小貝連從訓練場回家的時間都被辣妹牢牢地控制。於是事情順理成章就這樣發生了。2003年的9月18日晚上，貝克漢姆、瑞貝卡還有瑞貝卡的4名經紀公司的同事一起到馬德里著名的一家泰國餐廳吃飯，大家就喝得都有點醉了，於是就決定玩真心話大冒險。在這個遊戲中，貝克漢姆第一次吻了瑞貝卡。隨後他們繼續玩，又去了馬德里最高檔的俱樂部阿納納達。在這裡，小貝的眼睛就再也沒有離開過瑞貝卡。在小貝帶路的時候，他的手甚至一直在溫柔地觸碰瑞貝卡的腰部，這樣的行為明顯有出軌的嫌疑。貝克漢姆問瑞貝卡要去酒店的房間和另外4個人一起再喝一杯嗎？瑞貝卡說好啊。小貝馬上又咧着嘴笑了，又說那為什麼不拋棄另外4個人，只和我過去？哈，這時的瑞貝卡完全也不再是職業裝的打扮，她的金髮隨意的就這樣搭在肩上，很性感的吊帶小背心將她的身材和皮膚完美的呈現在小貝面前。當時太陽報就捕捉到了貝克漢姆和瑞貝卡2個人在泡酒吧時的照片，照片中可以看到貝克漢姆和瑞貝卡2個人互相凝望的眼神因為酒精的作用已經有些迷離。即使有許多人在場，2個人也經常竊竊私語。可以說，這個時候瑞貝卡已經讓小貝離不開他了。又過了1個月，到了10月份的時候，貝克漢姆發現自己越來越離不開這個女私人助理，甚至在自己的車裡面，除了司機，後座上就只有貝克漢姆和性感的尤物瑞貝卡。即使貝克漢姆有比賽，他也不願意在視線範圍內看不見瑞貝卡，而且更多的時候，他希望和瑞貝卡獨處。從小貝的角度來看，瑞貝卡身上有太多他喜歡的東西，既年輕又有活力，總是把笑容掛在臉上，甜美的就像一顆糖。
而且瑞貝卡從不會故作深沉，也不會指揮小貝幹這幹那。這一點，小貝也許在辣妹的身上已經有些受夠了，所以在瑞貝卡這裡完全是一種新鮮感，一種初戀的感覺。這時候的小貝對着媒體還在不斷的抱怨辣妹不在身邊，自己感到空虛寂寞。但同時，貝克漢姆已經在掩飾自己這段不願為人所知的地下情。據貝克漢姆的保鏢事後向媒體證實，貝克漢姆和瑞貝卡就像初中生那樣躲在車子裡偷吻，深夜還會流連在馬德里的街頭。所以也就在2003年的10月份，兩個人手牽手走進了酒店。這一幕也沒有逃過媒體的鏡頭。世界體育報手上就有關於他們那天晚上的照片。當然，除了2位當事人，沒有人知道那天晚上在酒店房中的90分鐘，小貝和瑞貝卡獨處，他們到底做了什麼？在東窗事發以後，小貝聲稱自己的確和瑞貝卡獨處一室，可2個人卻沒有發生任何事。但是貝克漢姆已經很驚恐，被狗仔隊抓拍到自己和瑞貝卡在一起的照片，這讓他感到很不安全，很不舒服。事情又到了11月，這時候已經收服了貝克漢姆的瑞貝卡開始在各方面有了一些轉變，開始模仿維多利亞的裝束。她的頭髮不再梳得一絲不亂，而是就那麼隨意的捲髮。像維多利亞一樣，她還開始喜歡戴鴨舌帽，戴着那種大大的寬邊墨鏡兒。而且瑞貝卡選擇要走在小貝的前面，而不是像一般隨行人員那樣跟在身後。而就在這個時候，11月份，辣妹也沒有完全把貝克漢姆丟在西班牙，她帶着兒子布魯克林和羅密歐來到了馬德里探望丈夫。這就很尷尬了，滿腹心事的瑞貝卡跟在辣妹和布魯克林身後，卻要盡量讓自己顯得若無其事。她必須花大把時間陪在維多利亞身邊，陪她逛街購物，穿梭在馬德里最時尚最高雅的場合，更像是辣妹的私人助理。但可以想見，她臉上的表情多少會有些僵硬，不過演技確實太好了，當着自己的情敵，她的表現完美，完全騙過了辣妹。她重新穿回了嚴肅的黑色職業裝，打理起那種職業的表情。這時候的瑞貝卡不但是貝克漢姆的私人助理，也是辣妹的購物導購，還是小貝一家人的貼心朋友。她陪着貝克漢姆的媽媽和兒子布魯克林去伯納烏看皇馬的比賽，確保家人們能夠得到他們希望得到的一切。在所有小貝家人的眼中，這就是一位非常稱職的私人助理。事情到了12月，辣妹已經從媒體那裡察覺到一些蛛絲馬跡，但是被蒙在鼓裡的她未必知道所有的事兒。不過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則，2003年12月，她勒令小貝單方面宣布解除和代理公司 SFX 公司的合同，這樣也就掩人耳目，而且順理成章地炒掉了瑞貝卡這個狐狸精。不過這個時候，辣妹萬萬沒有想到，在4個月以後，過去的那一段孽緣還是被英國小報給揪了出來，而兜出此事的正是瑞貝卡自己。瑞貝卡在被炒掉之後，毫不掩飾自己過去和貝克漢姆的親密關係。他告訴了自己的朋友們自己的心情有多糟糕。他的哥哥說，瑞貝卡經常以淚洗面，不過他仍然和貝克漢姆保持着秘密的關係。在2004年的3月，他仍然和貝克漢姆通過手機的短信調情。好的，2004年4月，一臉無辜的瑞貝卡選擇對媒體爆出自己和貝克漢姆的曖昧關係，而說出這一切當然讓他成為了所有英國小報的頭條，因為他成功的瓦解了世人心目中最完美的王子和公主的組合，使得貝克漢姆和辣妹的婚姻出現了裂痕。儘管這個時候瑞貝卡也已經得不到貝克漢姆了，於是瑞貝卡和世界新聞報做成了一筆價值30萬英鎊的買賣。就這樣一步一步的，當事人一方瑞貝卡·露絲有步驟地揭開了他和小貝之間的不為人知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瑞貝卡是事後貝克漢姆一家唯一承認的真正的有緋聞。但在他之後又冒出了眾多宣稱自己和貝克漢姆有染的女子，只是难辨真假，咱們只能一一道來。第二個站出來的女人就是有着西班牙喬丹之稱的纽里亞·博德姆斯。這是位艳星，也是皇馬的忠實球迷，甚至還将皇馬的队徽紋在了自己的小腹上。過去據說他和卡西利亞斯、羅納爾多、薩爾加多還有埃爾格拉以及波爾蒂略都有過多次的激情之夜。這位女孩說，貝克漢姆也發過色情的短信給我，認識幾天後他就請我去他下榻的酒店，我答應了他的要求。據我所知，他共和9個女人有染，但我仍然喜歡他。好吧，除此之外呀，瑞貝卡在公開了自己和小貝的緋聞的同時，也說西班牙的名模卡納達斯也是小貝的女友之一。
卡納達斯是在羅納爾多的生日宴會上和貝克漢姆相識的，當時辣妹拒絕陪同小貝去出席，這就給了紅髮藍眼睛的卡納達斯可乘之機。瑞貝卡曝光的這個西班牙模特就是西班牙的知名交際花、電影演員埃斯瑟·卡納達斯。瑞貝卡說，埃斯瑟被小貝吸引住了，小貝也對他一見鍾情。他還稱埃斯瑟厚厚的嘴唇長得非常性感。26歲的埃斯瑟在西班牙非常有名，他是高檔內衣品牌的代言人，而且還主演過多部電影。他能夠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因此和小貝交流起來非常方便。他們是在羅納爾多27歲生日的晚會上認識的。瑞貝卡回憶道，那天晚上我幾乎沒有和小貝說話，而他則和埃斯瑟說個沒完沒了。但當我離開的時候，小貝卻說他要先送埃斯瑟回家。於是西班牙媒體傳出了小貝和埃斯瑟的地下情，說他們兩個人曾經在一個酒吧共度美妙時光。據貝克漢姆的司機透露，貝克漢姆至少2次和埃斯瑟·卡納達斯有過單獨的幽會，兩個人在相識後迅速交換了手機號碼。貝克漢姆每天都會給他發短信，但在事後，當記者試圖採訪卡納達斯的時候，女孩採取了回避的策略。還有傳言說，就在羅納爾多的那個生日會上，當時貝克漢姆和卡納達斯相談甚歡嘛，直接將女孩帶進了羅納爾多家的客房，這讓當時還是羅納爾多太太的好女孩米蘭妮看得目瞪口呆，急得羅納爾多在外面直敲房門說：“你不能這麼做，你別忘了維多利亞，別忘了你還有2個孩子。”當然，這些也都只是傳聞。除此之外呀，還有一位叫莎拉·馬貝克，這是名內衣模特，早在3年前就和貝克漢姆認識了。當時曼聯赴遠東進行商業的比賽，莎拉·馬貝克和貝克漢姆在新加坡的一次酒會上邂逅。這一次，大衛·貝克漢姆對他是非常主動。酒會結束後，小貝就邀請莎拉去自己的酒店，當天晚上就發生了關係。而且這段感情一直在辣妹的眼皮底下維持了2年。直到小貝離開英格蘭去了西班牙。除此之外，還有漂亮性感的瑞典模特弗里達·卡爾森，還有卡爾森的朋友萊哈·斯坦伯格。關於貝克漢姆和瑞典模特卡爾森，據說是在一次慈善足球結束後的晚宴上相識的。弗里達·卡爾森親口說，他和小貝在小貝的酒店房間的臥室裡非常熱烈的持續的互動。他說，貝克漢姆不停地衝我微笑，我從他那種特別的眼神裡就看得出來，他很想要我。我們有好幾次都熱烈地擁吻對方。大衛是一個非常會懂親吻女孩子的男人，那種感覺非常興奮和美妙，對我來說，對任何一個女孩子來說，都是一種夢想成真的感覺。不過弗里達·卡爾森堅持說，他和小貝那天晚上真的沒有發生過任何事。不過倒是有另外的目擊者聲稱看到他和另外一個模特到了第2天早晨才離開了小貝居住的酒店。甚至2007年，還有一位26歲的妓女埃瑪尼西向美國的週刊爆料，說自己在2007年8月在紐約的一家酒店，貝克漢姆支付了3200英鎊和他發生關係，之後還支付了1500英鎊參加了3人行。1個月以後，他又在倫敦的一家酒店為貝克漢姆提供服務，獲得了3200英鎊的報酬。這件事兒甚至還有一位叫克里斯汀·戴維斯的皮條客聲稱是他親手安排的。不過以上貝克漢姆團隊都堅決否認，發表聲明說報道荒誕虛假，還將週刊和這個妓女埃瑪尼西起訴到了洛杉磯的高等法院。此事最終因為證据不足不了了之。2018年，還有神秘人在推特爆料說貝克漢姆出軌了自己女兒的老師，還說這個女方已經懷有身孕。之前狗仔隊也拍到了貝克漢姆和一位女子的親密照片，這個女子正是其女兒的老師。不過這些事情都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證據支撐，都被維多利亞和貝克漢姆斥責為造謠。好，讓我們說回故事的主角瑞貝卡。瑞貝卡是個雙性戀，勾引知名的運動員是他的強項。此前還曾經與3名職業網球運動員打得火熱。後來瑞貝卡還公布了自己和小貝之間的色情短信，內容相當火爆，甚至報紙出版的時候只能將關鍵字眼換成星星號，搞得全英格蘭人都在做這個填字遊戲。因此他又獲得了60萬英鎊的報酬。瑞貝卡在當時的見報率甚至超過了女王。有趣的是，在瑞貝卡事件曝光以後，皇馬更衣室內還出現了一幅漫畫，漫畫的內容是一個男人被捉奸在床。當然了，這是針對貝克漢姆的一種搞笑，此前也曾經搞笑過羅納爾多和羅伯特卡洛斯。可是貝克漢姆受不了，暴跳如雷，憤怒地將漫畫撕成了碎片，口中還不斷地咒罵着白痴。當時皇馬的球員們面对小貝的激烈反應面面相覷，不知道如何是好。當時在皇馬的訓練場上，
貝克漢姆度假歸來之後，許多球迷在等待他。有一位女球迷大喊：“貝克漢姆，到我這兒來，我要吃了你！”另一個女球迷也大喊：“今晚我們到佛祖那裡去，我就是你的獎品！”貝克漢姆當天聽到了這些喊聲之後，心情更加糟糕，一張俊臉一直拉得老長。當時小貝的不忠鬧得緋聞滿天飛，皇馬也擔心貝克漢姆會因為承受不了壓力，以及為了和辣妹破鏡重圓而選擇返回英格蘭。如果那樣的話，皇馬花大價錢買來小貝的一片苦心就白費了。不過貝克漢姆還是非常的職業。當體育主管巴爾達諾和他談話的時候，小貝承諾說，這個性緋聞不會對自己在皇馬的未來產生影響。他還保證自己精力集中，已經做好了準備上場。所以就職業性和敬業精神來說，貝克漢姆絕對是球員的典範。只是在作為男人的另一方面，也有自己不堪的一面。那麼關於貝克漢姆的妻子維多利亞，還有最後被證實的緋聞出軌對象瑞貝卡，維多利亞和瑞貝卡之間，咱們也可以進行一個全方位的對比。首先家庭方面，維多利亞是電器批發商的女兒，從小父母就有錢，後來赋閒在家，把家裡的生意交給了維多利亞的妹妹路易斯。維多利亞的家裡很豪華很漂亮，別墅裡有個很大的花園，還有很漂亮的游泳池。小時候父親就經常開着勞斯萊斯送她去上學，這也讓維多利亞從小在朋友面前就很有面子。而瑞貝卡比她要小4歲，和自己父母住在一起，父親是一位荷蘭外交官，對老爺車很狂熱，母親是英國人，喜歡乘坐古老的馬車。瑞貝卡還有一個比自己大3歲的哥哥，他一直和自己家人生活在一起，而他們的家就在西班牙的首都馬德里最著名的富人區。那麼教育方面，在學校裡維多利亞從來都不是一個好學生。幼兒園時期，他的老師就這樣評價他：作為一個學生，維多利亞並不突出。在此期間，他在當地的詹森劇院學習舞蹈課程，後來考進了拉丁劇院藝術學校。而瑞貝卡從小就就讀於馬德里最好的學校，並且順利地成為一名大學生。本來有一段時間他在北倫敦大學學習，但很快在銀行找到了工作，就離開了倫敦。瑞貝卡聰明伶俐，能說多種語言。而職業方面，維多利亞是在1992年的橄欖球世界杯慶祝會上出道的。當時他作為一名舞蹈演員參加慶祝會，在他18歲到23歲期間，事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為了英格蘭流行音樂的領軍人物，被稱為辣妹。之後組成了辣妹樂隊，後來樂隊解散。在維多利亞做歌手期間，他賺取了將近3000萬英鎊的資產。職業方面的瑞貝卡嘛，他被 SFX 公司臨時僱傭，作為貝克漢姆的私人助理，幫貝克漢姆打點生活。而自從貝克漢姆和 SFX 公司解約後，瑞貝卡也就不再被僱傭。後來他回到了銀行工作，繼續做他的银行主任的個人助理。而性格方面，從外表來看，因為職業的原因，維多利亞要長期保持迷人的微笑，這已經是他商標式的笑臉，很少看見他繃着臉。可從小在學校裡，同學們經常取笑他臉上的青春痘，這讓他非常的鬱悶。而瑞貝卡朋友們是這樣形容他的：在學校裡，瑞貝卡是一個公眾人物，學校裡許多男孩子都非常的喜歡他，他非常的開放和具有親和力。外表方面，維多利亞很苗條，每個月都要花費許多錢伺候自己的頭髮，保養自己的臉，還有健身。外出的時候總是戴一副寬邊大眼鏡，從來不會讓整個臉大白於天下。而瑞貝卡是天生的美人，不加修飾，但奪人心魄。不管穿什麼衣服，在她身上都很協調。她總是隨意地穿着明快色調的襯衫或者休閒的褲子，她看起來時尚新潮。好，這件事情最后的最後，在後來的20多年裡，露絲多次公開或者在回顧的時候堅持當年的說法。她說自己當時受到了巨大的輿論壓力，生活也受到了影響，但堅持自己從未說謊。而2023年，網飞的貝克漢姆紀錄片也回顧了那段時期。維多利亞稱這件事兒是婚姻中最痛苦的一段時間。紀錄片沒有直接點名露絲，但也引發了公眾和媒體的討論。維多利亞在紀錄片中坦言，那是我生命中最不快樂的日子，感覺全世界都在反對我們2人，自己也確實怨恨過貝克漢姆。所以瑞貝卡和貝克漢姆維持的這4個月的不倫關係，完全將維多利亞蒙在鼓裡不知情，其實最終給自己和家人都造成了難以預估的傷害。足球世界也就是大千世界。今天我們回顧貝克漢姆的這一段過往，也是想觸動每一個聽眾的心弦。人生在世都是取捨，也是捨得。有取就有捨，有捨也就有得。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正反兩面。希望每一個人都做好自己的選擇，過好自己的人生。今天的歐聯杯、歐會杯
英超的諾丁漢森林客場2比1戰勝了烏德勒茲。森林隊在換帥之後，整個氣勢完全不同了。先是卡里穆恩多為森林隊進球，隨後烏德勒茲的卡魯阿尼送出助攻，范德霍恩破門，1比1的比分一直到了第88分鐘，臨近結束前，森林這邊的伊戈爾熱蘇斯攻入了關鍵一球。這一場森林上的都是替補，主力都得到了休息，而且也拿到了3分。而另外一場，皇家貝蒂斯客場3比1戰勝薩格勒布迪納摩。今天原神安東尼首發打了78分鐘，嘗試過人5次，本場最高，而且今天還打進1球。比賽從31分鐘到38分鐘，皇家貝蒂斯連进3球，分別是對面多明戈斯的烏龍球，然後皇家貝蒂斯巴坎布送出助攻，羅德里戈里克爾梅接球後冷靜施射破門。第38分鐘，安東尼也抓住機會攻入1球，進一步鞏固了形勢。本賽季原神在皇家貝蒂斯已經有16场8球4助攻，上個賽季是26場9球5助攻，這樣的數據也不愧是球王原神呀。而今天尼斯队在主場0比1輸給布拉加之後，本場比賽過後，他們已經各項賽事遭遇了8連敗，創了隊史最長的連敗紀錄。目前法甲他們排名第12，前11輪5勝2平4負，但從第11輪0比1輸給巴黎開始，他們在法甲已經4連敗，而且在歐聯的聯賽階段也是6戰全負，排名墊底。這跟尼斯隊上賽季取得法甲第4名的成績形成鮮明對比。這件事彰顯的是現在歐洲，特別法國的中小俱樂部經營舉步維艱。現在老板想賣俱樂部，法甲的轉播預算也是大幅度下降，所以英超的強大正在越來越和其他的4大聯賽拉開差距。阿斯頓維拉客場2比1戰勝了巴塞爾，羅馬隊客場3比0戰勝凱爾特人，水晶宮也是3比0客場戰勝舒爾本。切爾西的衛星俱樂部斯特拉斯堡客場1比0戰勝阿伯丁。轉會市場方面，阿森納的體育總監已經和里爾隊的小將布阿迪的經紀人進行了接觸。17歲的布阿迪身高1米86，這位中場小將現在已經吸引了切爾西、阿森納、利物浦、曼聯、曼城還有大巴黎等多家豪門俱樂部的興趣。而目前阿森納在爭奪中處於領先位置，他們也是最有可能提交正式報價的俱樂部。另外，羅馬隊已經正式就引進曼聯的齊爾克澤展開了談判，曼聯開出了報價，租借加上3500萬歐元的強制買斷條款。現在羅馬隊的埃文·弗格森幾乎確定要回歸布萊頓，所以羅馬的董事會同意加快引進前鋒，而曼聯也早已準備出售荷蘭前鋒齊爾克澤。在最近曼聯4比1戰勝狼隊的比賽中，齊爾克澤坐在替補席，這個信號也最終讓他下定決心要離開英超。羅馬隊雖然現在成績不錯，但14輪只有15個進球，所以對前鋒也是求賢若渴。老 K 個人覺得，像齊爾克澤或一輪到了意甲，妥妥的大殺四方。現在效力於沙特吉大聯合的本澤馬也接受了採訪，談到了老東家皇馬和哈維·阿隆索目前的困境。本澤馬說，阿隆索實際上什麼都做不了，他手上有很多頂級球員，所以他必須把這些球員派上場，這很困難。每個球員都有自己的自我意識，這些明星球員需要意識到，他們每個人都可以為團隊做出貢獻。更重要的是，他們需要溝通。當你不願意接受有一名球員在你面前进球比你更多的時候，問題就會出現。當有很多明星球員待在一起的時候，這種問題就會發生。如果你的隊友比你更出色，你就必須接受這一點，因為那個隊友仍然需要其他人的幫助，他無法獨自完成一切。本澤馬這話裡有話呀。過去維尼修斯剛來的時候，本澤馬就覺得他太毒了，而且球商不高。當時本澤馬就曾經跟門迪說，別給維尼傳球，他在和我們對着幹。不過後來在維尼修斯成長以後，兩個人精誠合作，也拿到了歐冠冠軍。所以本澤馬的意思已經很明確了，現在皇馬的問題除了主教練之外，就是生態環境的問題。沒有平衡，沒有平衡。每一個專業的足球人都能夠意識到，現在的皇馬一堆球星，但是在前場卻缺乏平衡。缺乏一個真正的9號位大中鋒，也缺乏一個中場真正能夠拿球控球可以傳球的組織核心，而且姆巴佩、維尼修斯等等塞在一起如何適配，這就是皇馬現在比主教練問題更大的矛盾。那麼根據最新的報道，目前阿隆索還將繼續留任，皇馬俱樂部的想法是讓他帶隊征戰西班牙超級杯，不過未來的幾周一切也都可能發生變化。現在在主場歐冠不敵曼城，也加劇了皇馬的危機。不過比賽結束後，伯納烏球場的貴賓區談到主教練的問題的時候，相關各方仍然保持着冷靜。皇馬的形象也因為比賽內容有所改善，這也似乎成為了留住阿隆索的充分理由。不過主教練的未來仍然將一場比賽一場比賽的繼續決定。
原則上，皇馬管理層仍然堅持讓阿隆索繼續帶隊參加西班牙超級盃的計劃。這個計劃在對陣曼城之前就已經醞釀已久，但未來嘛，一切都取決於對陣阿拉維斯、塔拉維拉和塞維利亞的比賽結果。這是聖誕假期前僅剩的皇馬3場賽事，只要這3場球都能拿下，那阿隆索肯定在明年年初還會繼續對陣貝蒂斯，然後就征戰西班牙超級盃。可如果繼續輸球的話，一切就不確定了。另外，也有媒體說，皇馬將給阿隆索時間到聖誕節以後，觀察他能否重新掌控更衣室，並且讓球員們接受自己的理念，而這正是現在維尼修斯導致的裂痕所在。據說維尼修斯已經拉攏了一些受到俱樂部密切關注的重量級球員，加入了自己的陣營。媒體點到了維尼修斯、貝林厄姆、卡馬文加、巴爾韋德還有恩德里克這些球員，認為他們對阿隆索有不滿。不過有一些球員已經意識到，皇馬俱樂部已經注意到他們的行為，如果他們繼續這種損害球隊的態度，那皇馬將毫不猶豫將他們放入轉會市場。另外，知名的記者莫雷托說，皇馬管理層現在力挺阿隆索，無意輕易的換帥。同時，俱樂部已經在準備6月份引進一名中後衛。莫雷托說，我得到確認，皇馬對阿隆索抱有信心，皇家馬德里不想如此輕易的就解雇他。皇馬希望給予他支持，讓他能夠通過自己的工作改變球隊動態。皇馬近年來一直致力於簽下自由身的球員。我想告訴球迷們的是，請密切關注即將自由身的中後衛。那麼現在市場上即將自由身的中後衛，除了利物浦的科納特，就是水晶宮的格伊，還有拜仁的于帕。本周末西甲的第16輪，皇馬將客場對陣阿拉維斯。據西班牙6台說，如果周末不能取勝，那阿隆索將會被解雇。因為最近5場的西甲，皇馬的戰績是1勝3平1負，丟掉了9分，從領先巴薩5分到如今已經落後領頭羊4分。好吧，具體怎麼樣，還是一場一場比賽看過來吧。現在皇馬的赫伊森很可能將在本周末回歸，他此前是因為膝蓋不舒服缺席了皇馬近5場比賽。那麼赫伊森能夠回歸，對防線上多人傷停的皇馬來說是個大好消息。另外，阿斯報還有報道說，克洛普不會執教皇馬，因為此前執教利物浦已經耗盡了他的精力。目前克洛普在紅牛集團擔任體育總監，本人坦言絲毫沒有重返教練席的念頭。對執教球隊的一線工作，克洛普已經沒有了往日的熱情。現在他的生活順利又滿意，收入也非常可觀。所以快60的人了，皇馬如果換帥，趁早打消克洛普的念頭。而現在球迷站在了阿隆索這邊，在1-2輸給曼城之後，多名皇馬球迷在伯納烏球場外對阿隆索表達支持。他們攔住了阿隆索的座駕，對他說：“耐心點，哈維，我們信任你。”說真的，皇馬球迷還是有專業的。雖然輸了，但這場阿隆索的安排確實沒有任何問題，比賽內容確實可以接受。好，目前維尼修斯已經遭遇了各項賽事連續15場的進球荒，近2個月只有0個進球2個助攻，而他上一次進球還是10月10日在巴西隊和韓國隊的友誼賽當中。本賽季維尼修斯已經有67次射門，只進了5個球，而錯失絕佳機會竟然有13次。所以無論如何，小熊維尼必須要補一補自己的射門技術，好好加練加練。值得一提的是，在昨天皇馬主場1-2不敌曼城的比賽中，曼城在一次進攻角球的时候，居莱尔被派去盯防哈蘭德。要知道哈蘭德的身高1.95米，而且又壮，這用來盯防哈蘭德的居莱爾只有1.75米，又瘦又弱，這完全出乎了哈蘭德的意料。1.95米的哈蘭德看到只有1.75米的居莱爾在角球盯防自己後，不僅也笑了，還情不自禁地拍了拍居莱爾的肩膀。這田忌賽馬呀，情不自禁讓老 K 想到了利物浦对阿森納的時候，維爾茨去防阿森納的加布里埃爾，還有曼城對利物浦竟然用劉易斯留神去防利物浦的范戴克。好，咱們再看看利物浦，現在薩拉赫將在未來的48小時內和他不喜歡的利物浦主教練斯洛特進行面談，以此來決定在紅軍利物浦的未來。據說利物浦的3巨頭總監理查德·休斯，還有 CEO 愛德華茲以及主教練斯洛特準備會面薩拉赫。目前沙特和美職聯都有俱樂部想要引進33歲的薩拉赫，所以這一次和斯洛特的面談，薩拉赫到底會提出什麼要求？如果非要主力首發的保證，那肯定拿不到。總之這件事上總要有一個人妥協。從過往的性格來看，薩拉赫應該不是妥協的那一個。據英國媒體最新消息，薩拉赫不打算道歉，並且已經有了離隊計劃。本周末的英超他還不會出場。
現在利物浦的高層也認為薩拉赫參加對陣布萊頓的比賽並沒有好處，並且已經告知薩拉赫的團隊可以提前和埃及國家隊會合，備戰本月的非洲杯。但截止目前，薩拉赫還沒有表示要提前離開。此前他曾經確認自己的父母將出席對陣布萊頓的比賽，以便在非洲杯前向利物浦的球迷告別。那麼在周中前往米蘭的比賽後，薩拉赫獨自訓練。目前薩拉赫並不覺得有必要向包括斯洛特在內的任何人道歉，俱樂部也不認為他會這麼做。薩拉赫的團隊認為最佳方案是利物浦和球員就剩餘18個月的大合同達成協議，雙方同意終止合同。那麼這樣沙特阿拉伯就會成為最有可能的選擇，沙特職業聯賽將允許他自由選擇自己的俱樂部。今天荷蘭的名宿范巴斯滕也對薩拉赫的言行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因為畢竟他跟斯洛特都是荷蘭人嘛。范巴斯滕批評薩拉赫，說他呀腦子像昆虫一樣，直指薩拉赫被排除在首發陣容之外就反應失當。范巴滕說，如果薩拉赫对替補的反應是這樣的，那他簡直蠢得像只蟲子。他上賽季表現出色，近幾個月來他的表現確實不怎麼樣。我認為斯洛特是一個坦率真誠的人，他從不回避衝突，也從不輕率的行事，而薩拉赫卻開始攻擊他，行為舉止非常不妥。而英超切爾西過去的舊將薩頓也批評了薩拉赫，他認為薩拉赫極度自私。薩頓說，薩拉赫的表態很坦率，但他將所有的焦點都集中在了自己身上，而不是球隊。他的行為極其自私。如今利物浦内部出現內訌，而這一切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他本來有更正當的途徑解決問題，比如和教練私下溝通，彼此之間坦誠的交流想法，這種方式就很好，因為双方之間的談話會留在辦公室裡，不會外傳。像薩拉赫這麼鬧，能有什麼好處呢？這簡直是場災難。現在所有人都開始討論這件事了，這對解決問題有任何幫助嗎？我想我們看到了薩拉赫的真實形象，他完全是個極度自私的人。我認為他真的搞臭了自己的形象。好的，感謝大家的支持，點讚、分享、評論和熱推。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咱們明天再見。